夏徐远，哎，赶紧把报告做好，周队他们急着要呢。好，那我先去弄报告，高主任。快去啊！死亡时间确定了吗？应该是在凌晨2点半到3点之间。郭西厢他的悬赏信息是什么时候发出去的？具体时间我还不清楚，但是肯定是天亮之后。你是不是觉得杀刘岩的人并不是为了郭西厢的悬赏？先别说这些了，红宇现在怎么样？外表看上去还好，不过他一直不跟你交接，肯定还是处在比较情绪化的状态。他现在接连做出的决定确实有些欠妥，真要由着他这样下去的话，局面可能会越来越失控，还是换你回来比较好。你都劝不动他，我总不能升闯警队跟他换班吧？这样，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，你盯着点他，别让周迅看出马脚来。高主任，啊，周队让咱们把刘岩的尸体缝合一下，最好做一个面部处理。一会儿有人过来认尸。家属过来了。哦，不，是另一个绑匪，那家伙投案自首了。你们俩混蛋！你们俩就不能问问这孩子是不是郭鹏？但凡是让他说句话，也不至于害死他。甭跟我说，这人质不是你俩动手杀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人质死了，这性质就变了，知道吗？这小子叫胡强，是刘洋的老乡。唉，老关，不管怎么着，我们这案子算是进了一大步，啊。这胡强是落咱手里了，可他是个活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真要把他毙了，换郭鹏去？这人敌跟郭西厢联系了吗？还没呢。不过董涵已经把消息散出去了。那就等电话吧。喂，另一个人是不是还活着？喂，任迪，是我。我们现在跟郭总在一起，你应该不会感到意外吧？那你应该跟姓郭的一样清楚我的条件。你听好了啊，就算我现在在桌上放着一把枪，也没人敢去杀胡强，因为这是谋杀，没有人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做。更何况现在胡强正关押在我们的支队里边。我不管，你听我说，咱们没必要再为这个事儿争执下去了。我现在这么考虑的，你看行不行？我可以拿胡强去跟你换郭鹏，至于换完人以后，在我们抓到你之前，你怎么处置他，那是由你自己决定的。不错，你可以继续给我们施加压力，也可以继续逼郭西厢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就算救子心切，郭西厢也不可能去杀人，这是个现实。要不然你就撕票，这样你就失去了手刃仇人的机会。我现在能给你的方案只有一个。好，那你一个人来。我一个人？对，就你一个人来，你压着胡强来找我做交换。这不现实，我只能保证在交接的一定范围内只有我一个人。就算我答应你，支队也不会同意这个方案。任迪，你听我说，上次欺骗了你，我很抱歉，我也很难过，我也希望能救活你弟弟，但我们，你别再置气了，好不好？王二，集合探组，通知特警。是。老关，虽说是个丫头片子，还是有备无患。万一她持械攻击你，也好有个防身的。
再说这孙子如果想跑，你就开枪，枪是我的，有事我兜着。啊？我不希望再死更多的人了。我先进去，在我通知你们之前，千万别动手啊！行，那你自己小心了。麻烦你跟我进去一趟。所有人待命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行动。警察同志，你们不能这么做。我投案自首，我可是为了活命的。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再给我废话，把你嘴堵上。走。3楼楼顶。任迪，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，赶紧把郭鹏放了。在我们的人上来之前，你有几分钟的时间，他随你怎么处置。你先把他放过来。那可不行，你得先把郭鹏放了。万一2个人都在你手里，你一人给一刀，我怎么交代？不要，警察同志，你饶了我吧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他会杀了我的，他真的会杀。我闭嘴！那不是我干的呀，是刘岩。你别过来！任迪，你不是这种人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不是这种人，他是这种人，我有可能是这种人，但你不是。我知道，你可以为你弟弟做任何事情，但你绝不会杀人。你不要以为我会杀！我不是说你不敢，我是说你不会这么做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弟弟还活着的话，他也不会希望你杀人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让你别过来！啊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这次不会骗你了。天迪，你可以杀了他，也可以杀了郭鹏，但你要明白，你弟弟不会再活过来了。我知道你恨他，也恨郭鹏，甚至有可能也恨我，但你知道吗？人活着，不能怨恨每一个人。人这一辈子就是在做选择，无论选对选错，你都不能指望别人替你买单。我都记起来了。那天晚上，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所有的一切，我都想起来了。哎，对不起哥，哥们看着点啊！凶什么？这我弟弟。郭鹏的帽子不是我戴在你弟弟头上的。
如果刚才我真的拿刀杀了胡强，你会怎么办？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是怎么发现你弟弟已经去世的？活人的氧气面罩，怎么可能没有哈气呢？当歌手之前，我是护校毕业的，而且我还知道，之前白天那个人不是你啊。但是我相信你，你是不会杀人的。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这次虽然很冒险，但是你表现得非常好。无辜的人被害，好人被抓，我们干这些事儿还有什么意义？很多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你救不了每个人。唯一能做的就是下次更努力，争取一个更好的结果。哥，救我破案。你想学破案，我知道很难，但我一定要学。学破案很复杂。需要精通很多专业，比方说法医学、政治学、心理学、交通、建筑、化工。你别说了，不管有多难，我一定要学会。否则像这样，我连一个孩子都救不了，我又如何能救得了自己？关洪峰知道安藤是213的目击证人，这事你知道吗？啊？不会吧？他怎么会知道？是啊。哎呀，我也感到很奇怪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整个队里，就我和你看过案卷。你是在怀疑我吗？老关，有意外收获。胡强几年前在京港和江州都有过入室抢劫，这回算是交代了。我说怎么显得那个这么专业呢？感情是个老手。江州。对，江州有一起，其余的全在京港。这样的话，要到江州去核查吧？是啊，这事儿还挺麻烦，这都过了好几年了，而且江州那边吧，他没人报案，我今儿就得派人过去，
怎么的也得赶到这个季度审结之前，给哥们涨点破案率。要不核查的事儿，我去一趟。不至于吧？啊，杀鸡还有牛刀啊！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我马上到支队了，见面再说吧。哎。 这些资料你收一下，抽空看看。这次去江州核查案子，但更重要的是查一下这个安藤。安藤的真名叫安廷，清江人，但他的身份资料属于军党，归南山军区。南山军区离江州大概有1个小时的车程，你一定要找机会去一趟。如果遇到权限上的障碍，放心吧，那儿我有熟人，能搞定的。哦，对了。 刘英在地下车库的2层等你，如果中间遇到光线暗的地方，你可得挺住啊！啊！你过去之后要万分的小心。小周虽然还只是个孩子，但有时候女性的敏感度会超出通常的逻辑。哥，你自己也注意点啊！放心吧，赶快去，别让周迅起疑。 到那边多长点心眼儿啊！该干嘛不该干嘛都应该知道，啊！别一天到晚稀里马虎的。我这跟你说话呢，你看哪儿呢？啊！你好啊，周队。哇，都跟这儿来了，啊！知道书童要走，我来送送他。啊！你怎么来了？ 哎，法官，久等了。怎么样？肚子没事吧？这2楼的洗手间啊，根本下不去脚。走了。行，那你辛苦。你好，关队。 跟安藤接触了一共有3个人，其中1个人很可能是他。照顾好关老师，啊。嗯。周队，书童他们这次去江州是？ 去办个案子，2天就回，到不了如隔3秋啊。我也只不过是随便问问。你们不是分手了吗？啊？怎么着？回头草格外香是不？谈恋爱嘛，分分合合的不是应该很正常吗？没错，就是因为被自己未来的岳父抓了个人赃俱获，就把自己女朋友给听了。哎，多少有点私报公仇的意思。 那时候小，不懂事儿。关宏宇，别走，捡起来，捡起来！哎哎！天哪！哎，干什么呢你？给我捡回来！说你呢！ 哎，
不确定。你把车开到这个地库的出口。喂，然后你，喂。 关老师，您在看什么呢？不带插图的祖本《金瓶梅》，看吧。嗯。我在这停了啊！现在车特别多，堵死死的啊！好像前面有。
周队，我看到了。周队，人呢？地铁站呢？朝日风头地铁站，同志队里叫增援。好，好。Hello， 大长腿。哎，胖子，出事了，他被周迅盯上了。哪个？大的那个。你们两个都暴露了？我应该没有，可是我现在联系不上他呀。不，那你现在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？没有，交接的时候，他把电话交接给小的那个了，另一部电话还在我这儿。要不这样，你现在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想办法联系到高亚楠。哎，那他身上有钱吗？我不太清楚啊，钱包应该一起交接了吧？你先别着急，我先看一眼。靠！现在地铁2号线的所有沿线都被封锁了，肯定有人发了协查通告。他在地铁里？目前还不能确定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啊？就按之前商量好的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立刻切断所有的联系。我会想办法通知亚楠和那个小的。你现在赶紧回去，等我消息。哎，可是现在是夜里啊，他离开灯光，他会……咱们去哪儿落脚啊？我已经订好了快捷酒店。周队说，既然不属于核办案件，所以要住江州的市局的那个招待所就不太好。招待所不太好吧？要不找个商务酒店什么的。可是那个队里的差费标准……喂，周队，我们到了。你听着就行了啊，别让老关看出来。我这边出了点事儿，具体呢你也不用知道，但你在江州要做出相应的配合。首先就是你要寸步不离地跟着老关，尤其要注意他在查案之外，都什么时间和外界通电话，最好搞清楚跟谁通电话。再者就是，我这边状况还不太确定，你们可能要在江州多停留1-2天，这部分你可以等我的消息啊。最后就是你们2个要开一个房间。什么？废什么话？可周队这……周队呢？周队在那边呢。周队啊，还是没发现啊？从昨天晚上10点监控里看到，他从和平门出站，到现在已经过了9个小时了，会不会他已经逃离这个区域了呀？不可能，我们基本是同一时间封锁的这个区域，除非他长翅膀了。哎，没准儿这个关宏宇在这个区域里有什么落脚点呢？不要抽空，继续增加人手，调取监控啊！就是挖第3池，要把它给我挖出来。好。应该还没有被发现，找2人盯着。来屉包子，打包。啊，来屉包子打包。马上找我硬币好吗？
谢谢啊。周队说经费不足，就只能负担我们开一个标间。这借口也太蹩脚了。反正也没2天，确实是经费不足，周队吩咐的。不就是想盯着我吗？他没让你开个大招吧？喂，是我。啊！我靠，你没事吧？昨晚藏哪儿了？银行的自助服务厅。那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怎么样了？我在宁远门，这边已经被封锁了，身上只有几块钱零钱，没有手机和交通工具。我现在就过去接你啊！不用了，这边布控还没撤呢，而且周巡肯定亲自带队来彻查这个区域，你应付不了的。其他人了解状况吗？都是按照咱们第4种突发情况的第2套方案执行的吗？但这样一来，谁接你啊？现在当务之急是我需要一个手机，还有没有被实名制的电话号码，能解决吗？我知道了，你先挂电话吧。我在驻春胡同，我这边能看着，很快给你打过去啊。你先躲好，那边全是警察。关老师，您看过案卷了吗？不就是2年前吴强在江州入室行窃，后来遇着户主跟人打起来，把人脑袋敲漏了，再后来就跑到咱们京港继续作案，这点事儿。你要不赶紧也洗洗，咱们动作快点。早点出发，今天应该能核查完。那我去了。哎，江州市局电话打了吧？这就打。快点。刚接到市民举报，说见到一个戴着帽子和口罩的男人从银行自助厅离开，形迹很可疑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不到20分钟以前。去哪儿了？知道吗？南风巷。调2种人去南风巷路口，然后再一个就是把银行的监控给我调出来。啊，好，好嘞。师傅您好，您是生无可恋吗？啊，哦，您好，我是您订购手机的淘宝卖家，您这么快就来？哎，什么人啊这是？孙队，我们这次冒昧来访，就是为了核查这个案子。1周前，我们支队破获了一起绑架案，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胡强。
胡强，湖北黄陂人。据他供述，除了在我市的长风区和海港区2起入室盗窃案之外，他还在2年前我们这儿的东花园小区15号楼201实施过入室抢劫。但在犯案过程中，由于在屋内的屋主休息，然后就被惊醒了，于是2个人发生了肢体冲突。于是胡强就拿起屋内的酒瓶猛击了屋主的头部后，然后就逃脱了。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核查这件事的。2年前，东花园小区。这部分笔录在第46页。接到你们电话呀，我们这边查了一下，总队并没有这个案子，应该不会是命案。张小王，你去弘阳区分局看看，2年前有没有类似的案子。好。周队，有发现吗？没有。铁轮胡同那边封了吗？那边封了。哎，这边都封了，他他妈都哪儿去了？行了，把沿街的这个监控都给我调出来。是。哎，我是关峰峰，不好意思，要不是走投无路，也不会给你打电话。老刘，哪儿呢？关队，干嘛走得这么急啊？吃完午饭再走吧。都忙，就不打扰了。再见。好，那再见。慢走啊！这个胡强满嘴的胡说八道，一句话把咱们支了上千公里，回去绝对饶不了。我好说。总队没有接到这个案子啊，弘阳分局和区派出所也没有接到这起报案。那总不能是屋主被敲了脑袋，都没人知道吧？等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？您是说？我说什么呀？去趟东花园小区。找到了，还有周巡，他们上208路公交车，正在往高云桥方向走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谢谢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挤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来，让让。哎，有病吧你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千万别乱动啊！哎，什么都别想，这车上人可多，我这枪一走火，不定打到谁身上。关宏宇，我不可能让你每回都跑掉的。我要真想跑，你还会在京港见着我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我是被人陷害的。现在我查出一些眉目来了。好，那你先把枪放下。乖乖的跟我回队里，慢慢的讲述你都查到了什么。
之前你杀死的那个安婷跟陷害我的人有直接的联系，还有之前你们开掉的那个刑警叶方舟，他应该跟安婷是一伙的。我建议你们跟进一下这个线索。那王志革呢？王志革，他可能是临时被征召的，应该不是他们的固定成员。临时征召？你跟我哥不是破获了一起绑架案吗？新闻上说死了一个绑匪，事后你有见有人去找人质的家属要悬赏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有这么一股势力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杀绑匪的那股势力杀了吴征的一家5口，然后嫁祸在你的头上？我就是这个意思。王宏宇，那天在楼道碰见你，没想到反应还挺快，身手不错。别动。要不这样，咱俩下次找个地儿再好好练一把，怎么样？关宏宇，不敢是吗？别动。营长。哟，刘队，好久不见啊！叶方舟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来坐。等会儿。那怎么了，刘队？我违章停车了。你自己心里明白。来坐。走。哎，周队，我已经把他，应该是这栋。您好，您是物业的吗？不是，我是修管道的。那您在这工作多久了3、4年了吧？怎么了？我们是京港来的，来这核查一个案子。您听说过这2年前有一起入室伤害案吗？入室伤害？没有，没听说过。那2楼201的业主您认识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是40多岁一男的，具体叫什么我就不清楚了，你们可以去问我们主管。哦，那倒不用。这个人一直住这儿吗？那我就不清楚了，反正自打我来了他就住这儿，没有换过人。啊，谢谢啊。嘿，别白吃了好不好？见着帅哥就亮证件啊！咱们干嘛来了？查案呢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该亮证件的时候不亮。哦，你好，我们是从京港来的，我们是想找您调查和核实点事儿。好。哟，可是我上午有2节课呀，今天。没事，来得及。那行，那你们请进吧。打扰了。没事。来，随便坐。随便坐。还要上课？您是？哦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董乾，我一直都在江州职业技术学院任教。不好意思，打扰您工作了。我叫关洪峰，这位呢是周书彤警官。我们找您呢，主要是关于2年前的一个案子，想跟您核实一下。 2年前的9月15号。是的，您对那天的事儿还有印象吗？印象有，应该是有，因为每年的9月15号呢，我们学院都会举行一次运动会，所以那天我应该是一大早就去了学院。这几年了，我都是担当田径项目的裁判。那运动会一般是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应该是傍晚4、5点钟吧。
不过我不会待到那个时候，因为田径项目呢，一般都是上午就结束了。我中午在学院吃个午饭，下午就开溜了，就当给自己放半天假。那中午您离开学校后，我去了法西路的一个古玩市场，那古玩市场很不错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壶就是我当时淘到的，它虽然是个赝品吧，但是做工还比较精致。那您大概是几点回的家呀？几点回的？这个我就记不大清楚了。不过肯定不会超过7点，因为我有看新闻联播的习惯。哦。江州啊，地方小，我平时呢不怎么上网，所以想了解天下事，我只能是看看新闻了。听您口音，不像是江州人啊。啊，我是老家是沈阳的，不过我来这边差不多也有6、7年了吧。二位就说这么半天了哈，我冒昧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到底想查什么呀？哦。我们在金港破获的一起案件中呢，据嫌疑人供述，在前年的9月15号，也就是在咱们江州，曾实施过一起入室伤害案。伤害，入室伤害！我的天哪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别说我这儿没有了，整个小区都没有听说过呀。这个人他是会不会记错了呀？关老师，您看。董先生，您这方面挺有品位啊！哦，让您见笑了啊！我就为这么点爱好，我几乎把我所有积蓄都给搭进去了。说来我也丢人，您别看我收藏红酒，但是我却不怎么喝，因为我酒量很差。嗨，那喜欢牛饮的呢都是酒鬼，也谈不上什么品位啊。哎，问完了没有？别耽误人董先生上课。没事没事，那就不打扰您了，感谢您的配合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好的好的。果然是这个胡强在胡说八道。关老师，您是第一次来江州吧？那个周队说了，我们不用那么着急回去，让我在这儿多陪您玩2天。还有心思玩？这事儿明显有问题。哎，这案子有问题？您是说胡强？你刚才看董前的酒柜了吗？陈列着一排收藏级别的拉菲红酒，05年的、02年的、2000年的、82年的，关键是还有61年，那都是葡萄生产年份最好的红酒。你知道现在一瓶82年的拉菲酒市价多少钱吗？很贵吗？不会低于5万，61年的就更贵了，差不多得30万块钱吧。那董前一个老师，他怎么可能啊？说不准，人家就是家底厚，就是愿意花几十万块钱买瓶红酒收藏的。不过按照他的收藏标准，我发现他还少一瓶90年份的，那也是葡萄生产最好的年份之一，而且比82年的还要便宜。据胡强的供述，他是用酒瓶子击打的被害人。那您是觉得他之所以少了90年的拉菲，就是因为……我问你啊，你还记得你大学毕业最后一场散打是什么时候？应该是6月几号来着？5月底。几点开始的？上午9点吧。那几点结束的呢？下午2、3点。结束完以后你去哪儿了？好像回了宿舍吧。那回完宿舍你又出去了吗？晚饭是在学校吃的吗？那吃完晚饭是回宿舍了还是出去了？我知道了，董前不可能对2年前的事儿记得这么清楚。胡强没有说谎，2年前的9月15号，这个201一定有事发生。先别慌，继续向前走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看见前面那个腊月轩了吗？左转。
哎，你们两个守着门口，你们俩去那边找。上2楼。右转，甩向你身后那个人。出来吧，等会儿就血来了。来杯苏打水。别急，马上就好了。哎，干什么你？出来吧。看见前面那个沙拉黑油了吗？那里有个后门，出去时候穿过小巷，在街口等我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分兵2路，你呢去弘阳分局查一下董钱的资料，我就在这儿等着，等董钱上了班以后，看看有没有机会非法入室，查查里面有什么重要的线索。最后一句开玩笑。关老师，我们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一起行动比较好吧。再说我又没经验，我总怕一个人呢去弘阳分局查资料，说万一遗漏点啥呢？要不这样，我去弘阳分局，你留在这儿盯董钱，好吧？哎，关老师，关老师，我对跟踪也……行，同去。这种事我要再说谢谢就没意思了。走了。多问一句，为什么要帮我？那你为什么搭配我？直觉上我觉得你会帮我。我很欣赏你，或者说，是你们的直说。我晓得了，金港来的哈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也是有规章制度的，哦，不是因为你们没有这个接受噻，因为我们怎么办啦？我们就不能因为这个就把那个自己的老百姓的隐私也是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你们村队的里面来讲，跋山涉水也是很多人的，但是老百姓不需要这个。哦，现在这类共产制度这么方便，对那个传真，一点电话，他就想把那谁的，那不就是打个电话的事情吗？哎，我记得昨天晚上在火车上，你不跟我说你有个同学就是江州的吗？这你听不懂啊？你不给翻译一下？这个吧，我想应该就是不能给咱们查。好，知道。你们放心，往这边联系弘阳分局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传真一份那个介绍信过去。啊。行，那老关，你多费心啊。
好。周队。叫什么名字？刘队，大家都是干这个的，就别走这些形式了。有什么要问的，直接说吧。都干这个的，你脸皮可真厚啊！当初你是怎么被支队扫地出门的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我跟你啊，干的不一样。无所谓了，刑侦的程序我总是懂的吧？你要是没什么问的，我就先走了。认识吗？这不是安哥吗？他怎么死了？怎么认识的？生意上的伙伴。什么生意？这些年我一直往城西边几个区的超市供应进口食品，安哥在食品检疫有些关系，你懂的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安藤。是他真名吗？不知道。你最后一次跟他见面是在什么地方？莲石东路那家夜总会，大概5、6天前吧。我跟几个哥们在唱歌，中间安哥来坐了一会儿。有他电话吗？有啊。要记吗？把电话给我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用告诉我，我知道，你们没有权利检查我的手机。你今天为什么跟踪周队？我别给我装糊涂！从金港站到宁远门，你一直都在跟踪周队。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，我碰巧看到周队有些麻烦，怕他应付不来。毕竟当初大家都是刑侦的弟兄，关键时候我还能搭把手，不是？碰巧，这里边都有你的事儿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。知道书童为什么讨厌你吗？不仅仅是因为当初你为了重新成家生子而抛弃了他和他的母亲，也不单单是因为当初你一意孤行把她的男朋友从刑侦支队扫地出门，而是因为你在骨子里面就是一个乖张、暴力、无法正常沟通的老家伙。你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有些可怜，无论是在你的私人情感当中，还是日常工作当中，你都显得特别的无能。女儿的怨恨你无法化解，而面对一个良好市民，你也只能拍拍桌子。听我句劝，早点退休吧，别在刑侦支队里面丢人现眼，遭人讨厌。你。得，师妹，领导都走了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撤了。那您留个电话号码吧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我再联系你。还有就是，最近一段时间不要离开金港。好啊。刘队，是他的手机号吗？马上去查。好。刘队，其实你也没有他说的那么糟，别放在心上。呀，周队，送你句时髦的话，不作就不会死。安藤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这个董乾实际上是沈阳铁西区的人，他在友岸化工厂工作了近10年，6年前才迁居到江州的。他为什么离开沈阳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在他离职的前1年，他的化工厂发生了化学品泄漏事故，死了2名工人。事后，除了死者家属，还有当值的工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赔偿，包括董乾。事故报告上显示，他当时是车间主任。能让他来这个地方安居，那看来这笔赔偿的数额不小啊。他还能收藏名贵红酒呢。当初我舍友就跟我说，这儿的房子不贵，6年前应该更便宜，没准儿从酒架上拿1瓶红酒就能换1套房子呢。他结过婚吗？结过，但是离开沈阳的那1年就离了，没有孩子，父母也都还健在。前年迁到了湖南新区。那他有什么犯罪记录或者前科吗？好像没有。从他的背景资料上看，都还挺正常的。哎，帮我倒杯水。怎么不接啊？哎，男朋友查岗啊，我要不回避一下？没有，不是。叶方舟。对，您之前是他领导。啊，没错，当时确实是我签字开除他的。您当时的决定应该是正确的。我觉得你们俩不是一路人呐。怎么会走到一块儿去呢？还是离这种人远点吧，他不简单。我没有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洗洗睡吧。明天早上咱们再去一趟东花园小区，我得好好再问问这个东西。哎。蒙啊，恒宇刚发了一个空白短信，那应该是确认环境已经安全了。打开它。哎，哥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现在暂时安全了，我在崔虎这儿呢。你那边什么情况？你还有心思问我？你就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。我这边的事我自己处理啊。哎。不过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。怎么了？这周巡肯定让周书童盯着我呢吧？啊，这周书童以经费不足为由，在酒店就开了1间房。我现在跟这丫头住在1间房里边，你说我是想办法躲开她呢，还是我就将计就计，出卖色相，换取片刻自由啊？啊！都这个时候你还拼什么呀？啊！另开房间肯定会让周巡更加的怀疑。至于第2方案。我建议你跟亚楠请示一下。等，我明白你意思了啊。那你就别管了，反正我是肯定得单独去一趟南山军区。如果包一个车的话，几个小时应该打1个来回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今天晚上就动身过去，到了那边以后咱们正常交接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边事儿你就别管了。你过来干嘛呀？人生地不熟的，风险太大啊。可是你怎么摆脱周书童啊？这小丫头片子能难住我吗？你就放心吧，随时电话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那好吧，你自己多注意点。暂时沿用现在的空白短信，然后我们这边会用安全线路给你打过去。哎，行，我知道了。
好，就这么着吧。你怎么还没睡觉啊？哦，我突然又想起几个问题，所以就翻翻资料。你洗完澡还穿着正装睡觉？嗯。关老师，物业监控显示，董前傍晚5点就出去了，之后再也没有回来。给他打电话了吗？打了好多遍，他的手机一直显示是关机。别敲了，去楼大河门口看看有没有监控。好。都没有，应该只有小区的正门口还有几个消防通道安装了监控。哟，这家人也太马虎了，门都不带锁的。咱们进去看看吧。哎，把门关上。关老师啊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联系一下弘阳分局的人呀？关老师，屋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少，衣服还有鞋帽都还在呢，洗漱间里的洗漱用品还有剃须刀也都还在。哎，我觉得他根本都不像是出差或者旅游的样子呀。不，少了这个。江州市局已经交代弘阳分局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们调查了所有火车站还有机场的出票记录，没有发现董前离开江州的迹象。不过通过监控，我们发现昨天晚上6点，董前的车经过宁通高速的蒋王收费站。我们现在正在朝那个方向搜查。有任何证据显示董前涉嫌犯罪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把案子交给江州警方不是更好吗？毕竟那是人家地头。这事儿我觉得恐怕没那么简单吧。虽然现在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，但是通过我们走访董前发现的疑点，再加上他事后莫名其妙就失踪了，我觉得这事儿有必要继续调查下去。那你需要我们怎么配合？要不你把那个胡强给押过来吧。啊？什么？我想让他过来指认一下现场，我觉得他没有说谎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尽快安排。好。接着说。您在美市广场找到那支5.4式手枪，是一支批准报废的枪支。我在销毁清单上查到了序列号。序列号还在？不在了，但是弹道记录有备案。这枪上背着什么案子吗？那倒没有，只是没有像清单记录的那样被销毁而已。这把枪跟之前王志革夜闯警局，还有安藤死之前用的那把情况一样。很少听说报废枪支流到社会上。你是说，关宏宇？不是关宏宇的。可这支枪，不就是在关宏宇逃跑的路上找到的吗？如果是关宏宇的话，他没有必要在公交车上抢我的枪。那时候对，您的意思是当时在美市广场还有其他人？老刘，昨天你半道上截下了叶方舟，跟着我和关宏宇的，恐怕不止他一个人。关老
老师，往南通方向还有很多个出口。目前我们的计划是沿着高速的主干道找下去，同时联络各高速的出口收费站调取监控。这个出口怎么没有收费站？哦，这是一条去那山的废弃公路，后来从征夷到那山有一条直达的旅游快线，所以呢，这条路就没再修了。这个那山是旅游景点吗？征夷市政府是这么规划，其实啊，就是几座种植茶叶的山，没什么可玩的，压根就没怎么开发。行，你跟咱们弘扬分局的同志继续往下找，我下这边溜达溜达啊。哎，我们一起去啊！这是高速的中段路，你一个人来来回回的多危险啊，是吧？我回头接你也不好接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开一辆车去那边转悠转悠，我们开另一辆，继续去搜查一下街道。咱们保持电话联系吧。好的，谢谢你啦。麻烦了，麻烦了。哎，没事儿。不过啊，关老师，您为什么非要往那个方向去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个懂钱，出门不拿行李，也不带金银细软，就拎了一瓶酒。走。聂方舟这小子，到底牵扯了什么事儿，我说不准。但我坚持认为，关宏宇和他们是一伙的。至于关宏宇逃脱之前把枪扔掉，那可能另有原因。这个，刘队，枪支上提取到的指纹确实不是关宏宇的。那是谁的？还在筛查。老关在江州的那边案子有了新的情况，我恐怕得过去一趟。至于这边，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，确实有一伙人和我们一样在找，甚至在追杀关宏宇。再就是那把枪不会平白无故的被扔在那里，关宏宇能在重重包围下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封锁，他也不是一个人。从昨天开始，我们2个队一直24小时轮流监控聂方舟。从围捕行动开始，高亚安呢一直也在监控状态。关宏峰和彤彤在江州，那还有谁啊？不清楚，但肯定是有人在帮他，而且是个高手。小文，怎么每次一见着我就一脸阶级斗争呢？周队长每次莅临法医室，不是有新尸体送给我，就是来催验尸报告的。这2样都没办法让我高兴吧？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没事，想请你吃个饭。有话直接说嘛，何必献殷勤呢？我就这么让你讨厌吗？啊？找我讨厌的事儿，你不是都让刘长勇代劳了吗？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关于孩子的事儿。你别说的跟咱俩有过什么事儿似的啊！你怀孕这事儿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根本就不是秘密。你看你这肚子越来越大，怎么着也得7、8个月了吧？想没想过产假的事儿？像你这种情况，没结婚就生孩子了，按照正常的流程是不可能批给你的。那批不了，大不了就不干了呗。别呀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想办法，不可能把你逼到这条路上。那我就提前感谢一下周队了。你就这么对我冷嘲热讽吗？啊？不过我希望你能明白，你是咱们支队的人，维护你和抓关宏宇都是我分内的事儿。周雪，
有的时候真搞不懂你。什么？搞不懂你到底是个正直的警察呢，还是个虚伪的混蛋呢？晚饭依然有效，商量的话，下班见。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也有点搞不懂你，为了一个关宏宇，值吗？看什么看啊？干活啊！这轮胎叶至少20公分吧，轮间距也在1.2米以上。董谦开的什么车来着？奥迪的 A4L。顺着方向走，往里看看去。您说这董乾他为什么会？总之，我现在是一头雾水，完全不知道现在在查什么呢。所以一定要找到这个人。从之前的记录来看，董乾的生活一直很规律，也很普通。就因为我们从京港过来找他做了一次简单的走访，他就做出了如此反常的举动。不管这事儿背后的真相是什么，似乎都有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儿。所谓上不了台面，也就离犯罪不远了。这是您作为一个老刑警的敏锐嗅觉吗？什么老刑警？我还年轻着呢。总之，胡强在2年前敲碎过一个人的脑袋，这事儿必须得有个说法。这该往哪边走啊？往哪边啊？往这边。哇，关老师，这路面上连轮胎的痕迹都看不出来，您居然看什么轮胎印啊？都看见车了。